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深度解读命理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——正官。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食神这个词，而正官呢，它排在食神之首，代表的是权力、规矩和事业，可以说是推动我们人生向上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。那么正官到底是什么？它在我们的命局中起什么作用？什么样的配置最理想？更重要的是，怎么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当官，当多大的官？今天我就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系统的讲清楚。首先，咱们得明白正官的基本概念。从技术角度来说，正官是克制日主的异性五行，它属于吉神。但别被这些术语吓到，简单理解就是，正官象征着权力、法律、规范和约束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当你命局中走到官运或者流年来官的时候，不管你平时多懒，都会突然变得特别有干劲儿，想做事儿、想投资、想换工作。这就是正官的力量，它是人生向上的动力源泉，是你内心向往的正气。从性格特点来说，正官代表的人通常正义、诚实，能明辨是非，做事稳重认真，廉洁公正，光明磊落，很在乎名誉和地位，有自尊心，也有敬畏心。但这里要注意两种极端情况：如果正官太旺，人就容易变得胆小怕事、唯唯诺诺、墨守成规、自卑感强；如果正官虚透无力，那就既没动力又没魄力，做事畏畏缩缩。在人物关系上，正官在男命中代表女儿，在女命中代表丈夫，同时也代表领导、上司、父母这位权威人物。在事务层面，它代表事业、前途、法律、名声、地位。简单说，官是名，财是利。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，到底什么样的命能当官？这里有四个最核心的判断标准。第一个标准，官星必须是完整的。什么叫完整？就是官星不能被穿破或化界。这里穿的力量特别大，比如子未穿、寅巳穿，一旦被穿，官星就被破坏了，不完整了。官星不完整、虚透或立不住的时候，就不能论当官了，往往降格成有份稳定工作或者当财去看。第二个标准，官星必须是真的，就是官星需要有根有气，只要合到身上就是当官的。这时候完全不用考虑日主身旺身弱。第三个标准，官星需要独立存在。什么叫独立存在？就是官的性质不能被改变。如果官星与日主合化后改变了其五行性质，则不独立存在。如果官星被化，通常是被印化，它也失去了独立存在性。这在术语上被称为官过了河。第四个标准，官星要跟你有缘分。这个缘分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它有具体的判断标准。能不能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，核心就看官星跟日主有没有缘分。什么情况算有缘分呢？官星的禄印比劫在日主家里，也就是日时柱，或者官星本身就是从家里出去的。如果官星与家里有缘分，又能化官生印，那你就是公务员，可以领取公家俸禄，而且能当官。但如果官星只是外来的，跟家里没缘分，那通常就不是公务员，不在体制内工作，可能是自己干事业或者打工。这个缘分论非常关键，记住了。确定能当官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官职大小的问题了。首先看位置，命局中不同位置代表不同级别，年柱最大象征中央级别，月柱次之象征省级，时柱第三象征区县级，日柱最小，官在月令出现的，也就是在旺点，官职最大。有句口诀叫真神只在月时出，月令占50%的力量，时支占48%。其次看旺衰，官越旺级别越大，官越弱级别越小。但也要注意，如果官被穿破一次，可能就降低一个级别。流原本是部级的，被穿破2次，可能就降到县级了。还有个规律，官星五行属木、金、土的多是实体行业的，属水、火的往往是文化教育方面的，属于精神领域，比如宣传部、电视台这种类型的单位。最后看配置组合，不同的配置组合层次高低完全不同。最高级别化官生印，这是当官的最高格局。印代表权力，官能生印，说明你不仅有名分，更有实权。官生印，印直接贴身生日主，有利的绝对是大官。就算命局受到破坏，只要有官生印，印跟日主家里有联系，最少也是个小官。化官生印的命局主富贵荣华，四高级别合官，特别是阴日主，比如乙木合官，只要官星完整就是当官的，而且得官职特别容易。合官得来的地位比克制官煞得来地位要高。
合官是贵，得到容易；克制是辛苦劳碌换来的。第三级别财生官，财能升官，可以增强官的力量。如果财生官日主又合官，当的官职更大；如果财生官，官生印，形成连环，官的级别也很大。命局中的食神不是孤立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最终的格局。先说官星和禄，禄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和权力象征。这里有个重要原则：禄不喜欢被财官克制或穿破。禄被克穿的人主劳苦多病或贫穷，但是禄可以合官，禄合官的人凡事亲力亲为，能跟群众打成一片。如果官完整，禄合官就是当官的；如果官不完整，就是亲力亲为干事业，会比较劳碌。再说伤官治官，这是命局中非常重要的判断点，一定要看两者力量对比。伤官旺，官星弱，能制服官星。这种情况，命主可以得官职，治的是贪官，反而能当官。用伤官治官的，多数是技术方面的领导，伤官力量小于或等于官的力量，这就麻烦了。主口舌是非祸事不断，严重的有官灾、牢狱之灾。如何化解呢？如果原命区有财星，就能化解伤官见官的凶险，虽然还会有事端，但能摆平。伤官旺，官虚了，这种人就算有稳定工作也干不长，迟早会辞职去做自由职业或生意。还有食神制煞，这是个吉利的组合。如果食神有力制住七煞，没有破坏信息，多半是大官命。而且这种人有魄力，有决策力。食神制煞也代表管理控制他人的能力。命理学不是死板的，有时候官不代表权力，反而代表财富。官当财看的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官星虚透，无根无气，立不住的时候，官就当财看，这时候治官反而等于发财。第二种，官星被刑冲破坏，立不住的时候，这里有个重要原则：治官所得的财富级别要大于治财所得的财富级别。还有的概念叫官过河，官生印就叫官星过了河，这时候印就代表权力了。背格是命局中的大忌，背格是什么？就是命局中出现互相矛盾不专一的组合，最典型的就是合官又治官。合官意味着你穿着合法的外衣追求官职，治官却意味着你在做破坏官职的事。这种矛盾的组合，自古以来就主灾祸。背格的人做事不专一，虎头蛇尾，难以成就。背格必有灾，这是铁律。有人可能会说，现代社会不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兼职吗？这叫一举两用，跟背格不一样。一举两用代表选择多，路子广，是好事儿。但背格是自相矛盾，古今都不吉利。命局喜清不喜浊，清纯为贵。清纯的命局通常代表命主有社会地位，如果不是在体制内当领导，也是自己当老板。什么叫不清？官煞混杂，正偏印混局，食伤混举都会导致命局浑浊。如果能去官留煞或去煞留官，则为清；不能去除，就是浊。说了这么多，最后咱们来总结判断一个人成就的核心原则。关键不在于日主旺不旺，而在于三点：平衡、完整、格局。具体来说有六大要点。第一，官星的完整性和独立性，这是能不能当官的前提。官星不能被穿破，要有根气，要是真神。第二，看缘分，官星跟日主或家里有没有缘分，决定你能不能当公务员。第三，看位置和旺衰，年月时日位置不同，官职级别不同，官越旺级别越大。第四，看配置高低，化官生印最高，合官次之，财生官第三，合官比克制官煞层次高。第五体用要平衡体，就是印比食伤禄的力量，要能承载住财官。第六，专一清纯，命局要清不要浊，要专一。背格必有灾，清纯为贵。最后特别强调，禄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和权力象征。禄旺逢生的人富贵，但禄不喜欢被财官克穿。禄被穿制过的人就会劳碌多病或贫穷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正官的深度解读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、点赞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命理学博大精深，咱们下期继续聊食神中的其他重要角色。咱们下期见。